要行遍天下，少不了一双好鞋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现代人对鞋子的需求大增，加上热爱多元化的功能，让许多人的鞋柜里塞满各式各样的新鞋款。而当鞋子脏了、坏了，就丢掉再买新的，但这样真的好吗？我曾经有一双非常喜欢的鞋，那时候因为刚出国，所以就刚买了一双。可是出国回来，发现它旁边就有一个地方就破一个洞，然后后来的时候就也舍不得丢，然后就很可惜。后来还是被妈妈就是丢掉了。之前不知道有修鞋这个行业，那现在知道了，觉得它可能就是可以修一些皮鞋之类的鞋子，可能会比较好修。那我还想要知道啊，修鞋啊，它是真的只有在修鞋吗？那它可以修什么样子的鞋？什么坏到什么程度的鞋？所以我今天想要来体验看看。跑步鞋、休闲鞋、皮鞋，家的鞋柜有多少双鞋？对于陪伴我们日常生活的鞋子大军，大家要好好珍惜才行。不过选鞋、挑鞋、保养鞋的学问大，就让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记者林廷佑。俗话说好鞋伴身衣，你看，这是我家的鞋柜。那鞋子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呢。比如说我在打篮球的时候啊，可能需要一双可以跑跳的篮球鞋；像是我在跑步的时候，可能需要一双抓地力强的慢跑鞋。然后啊，平常上课的时候可能要舒服一点听课，所以要穿一双休闲鞋。可是你看，光是这么多的鞋子，如果全部坏掉会怎么样呢？对的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拜访一位很厉害的人物，他就是这些鞋子的救命恩人——修鞋达人。那我们等一下东西收一收，就赶快出发吧。这个要，还有妈妈的高跟鞋放进去，这个也要，这个也要，这个我记得还有破掉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好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老板你好，我这里有一些鞋子，可能需要你的修理。那可以帮我看一下哪一些是可以修理的，哪一些是没有办法修理的吗？像这一双，它这里有一点破损，破掉了。这个氧化了，就不能修理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是 PU 氧化掉了，这个有些放久了是会有些潮湿，再来有些出厂的太久，这个 PU 都会氧化。所以这一双不用再修了。那这一种有布的这一种吗？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修，这个可以的，这个没问题。那像这个运动跑鞋，因为跑步跑太多，然后如果像脚底这里磨掉了，该怎么办？这个可以有办法换掉啊，做起来和那一样，做了1:1啦。快可以换。好，谢谢。那最后来就是这个高跟鞋，像这一只可能就比较好，那它的跟是还在，可是这一只因为它跟已经掉了，所以可能就不太适合穿。那这一双有办法修理吗？可以的，这个以前这个也要换掉，这个氧化，这个穿起来声音太大了，就帮你换那个无声音的啦。好啊。家里许多看似报废的鞋子，终于有救了！在师傅的巧手下，无论是妈妈坏掉的高跟鞋，还是我即将开口笑的布鞋，都能延续物品的生命，真是太好了。不过我原本以为皮鞋使用的寿命会比布鞋长，那如果破损的话，也会比布鞋还要好修复。但现在看来是我的判断错误，因为师傅说现在球鞋的皮革大部分是 PU 材质或环保胶底，因此在使用上有一定的年限。不过只要鞋面无损，一般鞋底的磨损都是可换修的。它本来是白色的，对呀，然后漆面，对，它不会漆皮的，漆皮放久了是会变黄黄，像这样，米色，对，变成米色啊，我帮你做起来会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可以了。限量版，限量版买不到。很好，老板的手艺很好。你这个单子对，这个差不多礼拜天了。你这洗的当时伊讲纪念性，伊起来我讲老板，拜托一下啦。我这双10几年啊，我其实我修理是做纪念的，有要穿无要穿我唔知，叫我修理起来，讲来修理起来，讲会啊。那老板，按照你这样的说法，我对修鞋这个行业越来越好奇了。那你就是修鞋之后，不是会闻到一些脚臭味吗？那老板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修鞋子呢？像修理鞋子，一般你如果说
鞋子能穿，我们就要修，不然就那有些丢掉是那个什么，好像垃圾太多了，因为浪费材料制造垃圾，丢掉我看了很可惜。这个他来修理鞋子，我一般修理鞋子和别人修理鞋子都不一样的。那是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呢？我是全部都拆掉，重新好像在做新的鞋子那个做法，不是像一般有些是用快干。有些是用锥子拉线，有些年轻人不能接受。我修理鞋子就是做起来比较要细一点，有些要整理一下，看这个有没有牢固。这箱就是人定做母子外翻。哦，那老板是不是每一种鞋子都有角度的那个问题？这也无啊，这起高平去，较外八的啦，这种无啊起高平，无就得查。再来将话边骹刀这边才较重，这边拢会无较，伊就是拢起高边咯，我行咯。查某个就是甲这个内八的，这就是大腰的无较济，就是骹头较重，就是会母子外翻。哇，没想到从12岁开始做鞋的柳师傅，不但会修鞋，还会帮客人定做特殊的鞋子。他将传统期留下的修鞋业发扬光大，转型成生产、销售、保养、维护的专业门市。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柳师傅竟然能从鞋子的外观判断出主人的足部状态，真不愧是鞋子医生。不知道我是不是也能跟着他学上1、2招呢？就是修理鞋子，就是说要找一个地方比较宽大，有些客人进来可以坐，有些人家带小孩子进来，时代都不一样了，不是像以前那个什么，那修理鞋子在骑楼还是在马路上那一种，那个修理鞋子、做鞋子和洗鞋子，这个都是一条龙。修理鞋子是有些进口鞋子，我们要去研究它为什么外国人有些他们做起来鞋真的也不错哦。再来什么鞋子都是要去了解，包括运动鞋啦、休闲鞋啦。最难度就是高跟鞋，高跟鞋这有弧度啊，有弧度那个会往前冲啊。有些鞋子拿过来有是悬空，有些我就会把它切掉，把跟切掉，往后倒一点点，就不会再往前冲。好了。耶，谢谢老板。那老板，我刚刚看到你这样修鞋子，还有实际的做鞋子啊。我觉得这个职业真的很有趣，那老板你可不可以教我？这个修理鞋子不是1、2个月，这个要好几年啦。教你最简单保养鞋子就可以啦。好，谢谢老板。简单的保养鞋子，应该就是把鞋面擦得亮晶晶，只要有鞋油和1条抹布就可以搞定，应该不会太难学。你知道怎样保养鞋子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舒适的温度、通风的环境，定时的擦鞋子，把它擦亮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那个可以啊，最基本洗鞋子啊。啊？洗鞋子？可是洗鞋子就把鞋子要丢到洗衣机，然后就好了吗？那洗衣机会坏掉，鞋子会坏掉的。好，直接用手哦。对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那我来试试看啊。好啦，这双白色鞋子给你洗。好。这个是刷子，这个是洗里面的，洗外面的。好。先从这个大底先洗。所以这个是洗大底，这个大底这个是围罩，用这一块。你先洗啊。刚刚老板有说这个是刷里面的，所以就拿这个，然后这样手刮一点这个泡沫，这样子，然后刷，这样子刷。那老板出白色的鞋子想考我，白色鞋子最难洗的，不过我一定会把它洗得很干净的。好啊，然后老板刚刚有说要拿这个红色菜瓜布，然后来刷旁边这个。所以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就要用这个大的来刷外面的这个布。好。这个好黑哦，你看，都卡。如果这样白色，其实这样黑，我觉得不行。这种时候啊，就是拿这个刷子，然后这样钉上去之后，然后用力这样子刷，刷这样就会白色就干净了。
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啦！你这样鞋子会被你洗坏掉。那洗这么大力洗的会起毛球了。这个鞋子要赔人家，这个客人就不接受了啦。啊，这个不可泡水泡太久啊，泡太久会脱胶啊。脱胶是什么意思？脱胶就裂开啦。哦，裂开哦。对呀。这么严重？不知道。原以为简单的洗鞋，却有那么多注意事项。我的一个轻忽，差点造成无法弥补的过失。师傅也告诉我，清洗鞋子时一定要注意速度、力道与时间。速度要快，不能泡水；刷洗布鞋时不能太用力，以防止鞋面起毛球。而整个洗鞋过程中不能超过10分钟，不然鞋子容易脱胶坏掉。老板，那我们洗完的鞋子都会放在这里吗？对呀，这要用电风扇把它吹干。哦，吹干。哦，老板，你看这个应该洗不起来了吧？这个已经洗的时候颜色跑过来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办？你在家里如果说鞋子洗的这样，你可以拿过来我帮你处理呀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可不可以再处理。这个都可以。所以不要直接丢掉啊。对呀，不要丢掉啦。这个可以处理。我们在用我们洗鞋子的药水，这个把。所以你们有特殊的洗鞋子的药水？对呀，这个把它拿掉就可以了。还原鞋子颜色，赋予鞋子新生命。有师傅的好手艺，在街坊间又有好口碑，也让许多人一试成老主顾。阿姨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想要把鞋子拿过来这里修理？那阿姨，你修的是什么种类的鞋子？因为我的鞋子，就是说还不错的，那我也舍不得，就是说丢掉。对，那应该是也还好，可以修理。那我看到它这个扛棒这样子，那后来我就一直，包括我女儿的，还有我先生的这个布鞋，像这个布鞋的话，本身这个完全都是还很好，可是就这个有点脱裂，那我觉得应该是老板借他的专业哦，所以说都还蛮 OK 的。好，谢谢阿姨。谢谢。我今天一进到那个修鞋的工厂的时候啊，我非常的惊讶，因为我以为修鞋啊，可能就是需要一罐胶水，然后就这样到处碾一碾就完成。但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工具，然后每个工具都有不同的功用，比如说像是有铁锤啊、钉子，然后还有钳子跟那个裁缝机，每一个工具都有不同的功能。那我也发现啊，其实要让一双鞋子重获新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除了需要对鞋子的观察力，然后还有对工具的了解啊，更重要的是一颗爱物惜物的心。所以啊，当下次你的鞋子脏掉或者是坏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紧张，可以拿去给修鞋师傅修理哦。